念佛法门乃末法时代众生往生净土的殊胜法门。然而，念佛为何强调都摄六根？这个看似简单却蕴含深意的修行要诀，困扰着无数修行者。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大师，一生致力弘扬净土法门，对此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。当年，一位弟子的提问，引出了大师对都摄六根精髓的阐释。他的回答如醍醐灌顶，点破千年迷雾。原来，念佛都摄六根的真正意义，远超我们的想象，其关键处竟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。万历10年，杭州西湖畔的云栖寺内，晨光出现，薄雾缭绕。莲池大师祝鸿正在禅房内专注地批阅自己近日所著的《阿弥陀经》书抄，他神情沉静，笔尖不时在纸上划过，留下工整的墨迹。作为晚明佛教的中流砥柱，他一生致力于净土宗的复兴与弘扬，著作等身，而《阿弥陀经》书抄则是他对净土法门精辟阐释的代表作。春日的清晨，寺院格外宁静，晨钟的余韵仿佛还萦绕在云栖寺的每个角落，带着一种超越尘世的清澈与祥和。师父，弟子可否请教一事？一阵谦恭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打破了禅房的宁静。莲池大师放下手中的毛笔，轻声道：“进来吧。”推门而入的是他的弟子智慧，一位勤学好问、精进修行的年轻僧人。智慧在云栖寺已修行近10年，对佛法有着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，是莲池大师最为欣赏的弟子之一。弟子昨日诵读《阿弥陀经》，对其中都摄六根、净念相继一句颇感困惑。智慧双手合十，恭敬地说道：“虽日日念佛，却总觉心神难以专一，不知都摄六根究竟应如何做到？”这个问题直指念佛法门的核心。莲池大师微微颔首，目光如水般平静而深邃。此问甚善。都摄六根确实是念佛法门的关键所在，也是许多修行人难以突破的瓶颈。禅房内光线柔和，窗外的嫩绿新叶随风轻摆，投下斑驳的光影。莲池大师起身，走向窗前：“你且随我到后山走走。”边走边谈。云栖寺依山而建，后山林木葱郁，溪水清澈，是莲池大师平日思考和教导弟子的常去之处。春日的山林充满了生机，鸟鸣朝啾，百花吐艳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草木香气。两人沿着蜿蜒的山径缓步而行。莲池大师指着周围的景色说道：“智慧，你看这山中万物各有其味，却又和谐共存。我们的六根也是如此，各司其职，却应归于一处。六根即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乃众生感知世界的门户。”智慧应声道：“正是。”莲池大师点头：“眼对色，耳对声，鼻对香，舌对味，身对触，意对法。念佛时，若六根散乱，各逐其境，心念必难专一。”他们来到一处山泉旁，莲池大师蹲下身，举起一捧清水，观此泉水，澄澈见底，能清晰映照万物。若有风吹，水面起波，影像极破碎不全。我们的心亦然，若为六根所扰，念佛的清净心必散乱难定。智慧似有所悟，又问：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都摄六根？”莲池大师直起身，目光如炬：“我且问你，念佛时，你的眼在看何物？有时观佛像，有时闭目专注；耳在听和声，听自己的佛号，偶尔也闻外界声响，心中所想为何？”智慧诚实答道：“有时想着佛号，有时也会妄念丛生。”莲池大师微微点头：“此即问题所在。念佛时，眼应观佛像或内心光明，耳应听自己佛号，鼻嗅檀香，舌念弥陀，身持正坐，一专一静，六根各司其职，却同指一处，阿弥陀佛。此乃都摄六根之真意。”春风拂过，山林间传来阵阵花香。两人继续前行，登上一处可俯瞰群山的平台，远处山峦叠嶂，
云雾缭绕，宛如仙境。莲池大师指着远处的山脉说：观彼群山，千峰万壑，各立一方，却同属大地。我们的六根亦然，表面各司其职，实则应和合为一，共同专注于佛号。智慧若有所思，却又疑惑：师父，此说易懂难行，弟子念佛时常杂念丛生，六根难以收摄，该如何对治？莲池大师的目光变得更加深邃，语气温和而坚定：念佛法门贵在持之以恒，初学却难六根专一，可先从一根入手，渐次带动其他五根。从哪一根入手为宜？智慧急切地问。从心一根入手最为直接，莲池大师解释道：心为六根之主，能摄心则诸根自然随顺。初时可借佛号或佛像为所缘，全神贯注，不令散失。久而久之，自能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山间的风越发清爽，带着泥土和花草的芬芳。智慧似有所悟，又问：师父曾言一句佛号，全归念佛人，此语都摄六根有何关联？正相关联。莲池大师欣慰地点头。念佛之人，若能全身心投入佛号，六根不再攀缘外境，而是共同专注于佛号，这正是都摄六根的最高境界。他们来到一片竹林，莲池大师摘下一片竹叶，轻捻于手，看此竹叶，形如舟船。念佛如乘船渡河，都摄六根则是稳船之法。若船身摇晃，随波逐流，何以抵达彼岸？竹林深处，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斑驳光影，营造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氛围。智慧又问：师父，常闻有人念佛一心不乱，甚至见到西方圣境，这是否为都摄六根成功的表现？莲池大师微微一笑：见与不见，皆勿执着，关键在于念佛过程中能否心无旁骛，六根专一。有人虽未见殊胜境界，但心已与佛相应，此乃真实功夫。他们走到一处开阔平台，远眺群山，万里晴空下，山峦层叠，云雾缭绕，如同画卷般展开在眼前。师父，弟子还有异议。智慧沉思片刻，有人主张出声念佛，有人推崇默念，究竟何种方式更利于都摄六根？莲池大师深吸一口清新的山林空气。念佛有四法：出声念、默念、半出声半默念，以及十相念佛。初学者宜从出声念起，音声能引导注意力，使耳根、舌根一根同时专注。随功夫加深，可见转为默念，最终达到十相念佛境界，即不借形式，直接与佛心相应。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：无论何种方式，关键在能否心不散乱。若出声念能助你集中注意力，则出声念；若默念更气你的根气，则默念。法无定法，贵在契机。智慧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。弟子一直执着于形式，却忽略了本质所在。莲池大师欣慰地拍了拍弟子的肩膀：正是，念佛的本质是心与佛相应，都摄六根只是助我们达到这一境界的方法，而非目的本身。阳光渐渐西斜，两人来到一座幽静的小亭中休憩。莲池大师望着远处云海，缓缓道：念佛法门被誉为末法时代的救命稻草，正因其直接简单，人人可行。然简单不意味容易，真正都摄六根需持之以恒的练习和坚定不移的信念。有无具体方法可助都摄六根？智慧追问。莲池大师略作思考：我常推荐十念计数法，每日早晚各10口气念佛，每口气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完成一口气为一念。此10念过程中，全神贯注，不令散乱，久而久之，自能都摄六根。智慧认真点头，却又疑惑：10念法虽好，但时间太短，如何积累足够功德？莲池大师慈祥一笑：念佛功德不在数量多少，而在质量高低。一念专注，胜过1000念散乱。10念法非限制念佛数量，
而是训练专注力。当能在短时间内都摄6根后，自可延长念佛时间，逐渐达到长时专注。小亭内清风徐来，带着淡淡的花香。莲池大师继续解释，还有观想念佛法，即念佛时同时观想阿弥陀佛相好庄严。此法能同时摄住眼根和意根，配合口念耳听，便能多根同摄。智慧领悟地点头，弟子明白了。都摄6根非一朝一夕之功，需循序渐进，持之以恒。正是如此。莲池大师欣慰地说，修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坚持不懈，必有所成。夕阳西沉，两人离开小亭，沿山路返回寺院。金色的余晖洒在两人身上，给他们镀上了一层神圣的光辉。路上，智慧忽问，师父，您初修时如何做到都摄6根？可曾面临困难？莲池大师停下脚步，望向远处的晚霞。我初学时亦曾心猿意马，难以专注，尝试诸多方法后，发现真诚恳切之心最为关键，怀真诚恳切之心念佛，自然能都摄6根。他转向智慧，语重心长，所以念佛不仅口中念，更要心中念，心口一致，6根自然归一。晚霞如火，染红了半边天空，映照着莲池大师的面庞，使他看起来更加庄严肃穆。回到云栖寺，已是黄昏时分。两人在斋堂用过简单的晚斋后，莲池大师邀请智慧到自己的禅房继续讨论。禅房内，莲池大师取出《阿弥陀经》书抄，翻到关于都摄6根的章节。我在此详解了都摄6根的含义和方法，你可细读几遍，当有更深体悟。智慧恭敬接过，认真翻阅。片刻后，他抬起头，师父，经中言都摄6根，净念相继，此二者有何关联？莲池大师微笑解释，都摄6根为因，净念相继为果。6根专注于佛号，不再攀缘外境，念佛之心自然清净，一念接一念，相续不断，此即净念相继。如何做到净念相继？智慧追问。莲池大师沉思道，净念相继需长时训练，初时或一念清净，一念散乱，坚持不懈，方能绵密相续，如水流般不断。他接着比喻，念佛如点灯，都摄6根是点燃心灯，净念相继则是使灯火持续不灭。一灯点千灯，千灯点万灯，光明遍照，驱散无明黑暗。智慧恍然大悟，师父，我明白了，都摄6根是修行方法，净念相继是修行境界，二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莲池大师欣慰点头，正是。念佛法门表面简单，实则深奥。许多人只知口念佛号，却不知如何与佛相应，唯有都摄6根，净念相继，才能与佛感应道交，往生西方。禅房内的油灯发出柔和的光，照亮了两人专注的面庞。窗外夜色已深，繁星点点。智慧又问，师父，我等凡夫业障深重，能否真做到都摄6根？莲池大师慈悲道，业障深浅与修行无碍，念佛法门正是为业障深重的凡夫准备。只要信愿持名，都摄6根，便能消业障，增福慧，往生极乐。即使未能完全都摄6根，只要努力尝试，亦会渐次接近此境界。智慧眼中闪烁坚定光芒，弟子明白了，今后必更精进修习念佛法门，力求都摄6根，净念相继。善哉！莲池大师欣慰的颔首，记住，念佛贵在坚持，不在一时一刻的感应。如种树，需日日浇灌，年年施肥，方能茁壮成长。智慧双手合十，深深鞠躬，感谢师父悉心教导，弟子受益匪浅。暮色渐深，禅房外传来阵阵蛙鸣虫唱，如同大自然的梵唱。莲池大师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望着天边的繁星，缓缓道来，念佛一事，说难亦难，说易亦易。难在持之以恒，易在人人可行。无论修行程度如何，
只要保持真诚恳切之心，都能得阿弥陀佛接引。油灯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头下跳动的光影仿佛是对莲池大师话语的无声应和。智慧静立一旁，专心聆听。莲池大师转向智慧，眼中闪烁智慧的光芒。还记得我们最初的问题吗？念佛为何要都摄六根？智慧思索道，是为使念佛更加专注，更易与佛感应。莲池大师微微一笑，指向窗外璀璨的星空。不仅如此，念佛都摄六根的真正意义，其实是让我们回归自性本心。莲池大师的声音平静而深远，当六根不再攀缘外境，全部归于一处时，我们便能触及自己的本心，与阿弥陀佛的清净本性相应。这才是念佛的最高境界，也是都摄六根的根本意义所在。智慧闻言如遭雷击，整个人震撼不已。良久，他才双手合十，眼中闪烁泪光。师父，弟子从未想过都摄六根竟有如此深意。莲池大师慈祥地走到智慧面前，众生皆具佛性，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自知。念佛都摄六根，正是为斩断妄想执着，回归清净本心。当六根不再向外攀缘，共同专注于佛号时，心会逐渐平静，本性光明自然显现。禅房内的油灯光芒稳定，映照着两人的脸庞，恍若两轮明月。佛号非仅是名字，莲池大师继续解释，而是阿弥陀佛无量光明和无量寿命的象征。当我们专心念佛时，实际是在召唤内在的光明与永恒。都摄六根正是开启这扇门的钥匙。智慧若有所思，师父是说，念佛不仅为将来往生西方，更为现世体悟佛性。正是。莲池大师欣慰点头，净土法门非只关乎来世，同样能使我们现世受益。念佛都摄六根时，心自然清净，烦恼减少，智慧增长，此乃修行的直接利益。他走到书桌前，翻开《阿弥陀经》，经中云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说阿弥陀佛，直持名号，若1日，若2日，若3日，若4日，若5日，若6日，若7日，一心不乱。此一心不乱，正是都摄六根的境界。智慧恍然大悟，原来一心不乱与都摄六根是一体两面。不错，莲池大师深入解释，一心不乱有是一心合理一心之分，是一心指念佛时心不散乱，专注佛号；理一心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体悟万法皆空，心佛不二。无论哪种境界，都离不开都摄六根这一修行方法。夜更深了，禅房外传来的虫鸣更显清晰，如同大自然的清净之声。智慧忽有所悟，问道：师父，您说都摄六根能让我们回归本心，那么本心与阿弥陀佛有何关联？莲池大师目光深邃，语重心长，此问正处净土法门核心。本心即佛心，阿弥陀佛的清净本性与我们的本心本无差别。念佛都摄六根，实际是在唤醒内在的弥陀自性，这即是我常言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之意。智慧震撼不已，师父是说，我们念的阿弥陀佛实即我们自己的本心。那西方极乐世界又是什么？西方极乐世界确实存在，莲池大师微笑道，是阿弥陀佛的庄严净土。然从究竟一说，此净土亦不离我们意念心，心完全清净时，所见一切皆是净土。故云：心净则土净，心慧则土慧。他轻拈桌上一朵莲花，如此莲花生于淤泥而不染。我们的心亦然，虽处娑婆秽土，若保持清净，处处可见净土。念佛都摄六根，正是保持心莲清净的最佳方法。夜深沉，禅房内的油灯依然明亮，照亮两人专注的面容。莲池大师忽问：智慧，你记得佛陀在《楞严经》中的教导吗？智慧思索道：师父指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那段。正是。莲池大师赞许地点头。
佛陀教我们要从六根反观自性，念佛都摄六根，恰是这种反观的绝佳方法。当六根不再向外攀援，转而专注于佛号时，我们就有机会一窥自性本心。他继续道，所以念佛法门虽看似简单，实则深奥。它不仅能让我们往生西方，更能帮助我们直接体悟心性。这才是净土法门的究竟义，也是我毕生弘扬净土的因由。智慧恭敬何时？师父，既然都摄六根如此重要，弟子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落实此修行？莲池大师思索片刻，首先要在固定时间专修念佛，设立早晚课，定时定量念佛，逐渐培养都摄六根的能力。其次，要将念佛延伸到日常生活，行住坐卧，时时不忘佛号，洒扫应对，处处保持正念。起心动念时，立即提起佛号，收回散乱之心。再次，要培养观照能力，六根接触外境时，立刻觉察，不为境转，见色闻声，不起分别，欲顺欲逆，心常平等，如此方能真正都摄六根。最后，要发大愿心，念佛不仅为自求解脱，更为普度众生。由此大愿为动力，念佛自然更加精进，都摄六根也更易做到。窗外月光如水般洒在寺院的屋顶和树梢上，整个世界仿佛被洗涤的纯净无比。智慧恭敬的点头，弟子明白了。都摄六根非仅修行方法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正是如此，莲池大师微笑，念佛法门的妙处在于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修行，不必远离尘世，也能成就净业。深夜的寺院格外宁静，只有偶尔的蛙鸣和虫唱打破这份静谧。莲池大师示意智慧坐下，准备进一步解说。你知道吗？念佛都摄六根虽看似只是净土宗的修行方法，实则与禅宗参话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智慧惊讶，禅境竟有如此交集，请师父明示。禅宗参话头是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一个话头，如念佛是谁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等。此种专注同样需要都摄六根，只是所缘境不同。莲池大师进一步解释，净土宗念佛是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佛号上，禅宗参话头是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话头上，两者都要求六根收摄，心无二用。所以我常言，禅境不二，殊途同归。智慧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难怪师父能禅境双修，原来他们在修行方法上有这样的共通之处。莲池大师欣慰点头，不仅如此，实则所有佛法修行，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对心的调伏，而都摄六根正是调伏妄心的根本方法。佛法84000法门，看似纷繁复杂，实则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，回归本心，见性成佛。无论念佛、参禅、持咒、观想，都需心的专注，都需都摄六根。月光透过窗棂，在地上投下清晰的光影，仿佛是对这段话的无声印证。智慧又问，师父，念佛都摄六根时，难免遇到障碍和困难，该如何克服？这是必然的。莲池大师点头，修行路上障碍与挑战无处不在，我可分享一些对治方法。对治散乱，可用数息念佛法，在念佛同时数自己的呼吸，可助心念集中。对治昏沉，可睁眼念佛，或增加声音音量，借外在刺激提升注意力。对治妄想，不要对抗，而是轻轻放下，重新提起佛号。妄想如云雾，不用驱赶，阳光佛号一出，自然消散。对治疑虑，要多读经教，增强信心。信为道源功德母，常养一切诸善根。有坚定信心，念佛才能得力。智慧认真聆听，将这些宝贵教导铭记于心。莲池大师继续说道，还有一点极为重要，即持戒。戒为无上菩提本，能生一切诸禅定。若不能持好戒律，六根就会不断向外攀援，永远无法收摄。
所以念佛都摄六根的基础是持戒。智慧深感惭愧，弟子在持戒方面确实未够精研，今后定当加倍努力。莲池大师慈祥地说，持戒不在形式，而在内心。真正的持戒是心不攀缘，不起贪嗔痴三毒，这与念佛都摄六根相辅相成。持戒帮助我们念佛专注，而念佛又能帮助我们持戒清净。夜已深沉，窗外的月亮高悬，洒下柔和的银光。莲池大师看了看窗外，时间不早，今日就讲到这里，你回去好好思考，有疑问明日再来请教。智慧恭敬行礼，弟子受益匪浅，感谢师父悉心教导。智慧正准备离开，莲池大师忽然叫住他，等一下，还有最后一点很重要的内容要告诉你。智慧转身恭敬等待。莲池大师语重心长地说，念佛都摄六根的最高境界，不是强迫自己专注，而是自然而然的专注。如饥饿的人想到食物，口中自然生津；思念亲人时，心中自然涌起情感。当我们对阿弥陀佛有了真实信心和深厚感情后，念佛自然会全神贯注，六根自然会收摄不散。智慧恍然大悟，师父是说，真正的都摄六根应是自然而然，非刻意为之。正是如此。莲池大师微笑，刻意为之的专注只是初步，真正境界是无意中的专注。如熟练琴师弹琴，不需刻意想每个音符，手指自然会按在正确位置。念佛亦然，当我们对佛号有深厚感情，对西方极乐世界有真实向往，对阿弥陀佛有坚定信心，念佛自然会专注，六根自然会收摄，这才是都摄六根的最高境界。智慧深深鞠躬，师父教导如甘露灌顶，弟子定当铭记于心，精进修行。莲池大师微笑点头，去吧，时间不早，早点休息。记住，修行贵在日积月累，不要期望一蹴而就。智慧离开后，莲池大师独自坐在禅房中，望着窗外明月。他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曾经历无数修行上的挫折和困惑，正是这些经历让他深刻理解了念佛都摄六根的重要性。他拿起笔，在纸上写道，念佛都摄六根，是为让散乱的心回归本源，与阿弥陀佛的清净本性相应。这不仅是往生西方的保证，更是现世解脱的捷径。愿天下念佛人都能明白这一道理，精进修行，同生极乐。月光如水，洒在莲池大师的脸上，映照出一片祥和宁静。自从那天起，智慧的修行发生了巨大转变。他不再机械的念佛，而是真正理解了都摄六根的深意。每次念佛都尝试将六根收摄于佛号，让心回归本源。他发现，当他真正做到都摄六根时，念佛的体验完全不同，内心充满了宁静和喜悦，仿佛与阿弥陀佛之间的距离突然拉近了。不仅如此，智慧还发现自己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变化。他变得更加平静，更少烦恼，面对各种情况都能保持正念。他意识到，这正是念佛都摄六根带来的转变。1个月后，智慧再次来到莲池大师的禅房，向师父报告自己的修行体验。莲池大师听完智慧的汇报，欣慰地说，你的进步很大，已经开始体会到念佛都摄六根的妙处了。继续保持，不要松懈，也不要骄傲。修行是一生的事业，需要持之以恒，直到最后一刻。智慧恭敬点头，弟子明白，会继续精进不懈。不过，弟子最近有一个新的困惑，请师父解惑。请说。莲池大师微笑道。智慧问，弟子在念佛都摄六根的过程中，有时会感到一种特殊的宁静和喜悦，仿佛进入了全新的境界。这是什么状态？莲池大师眼中闪烁智慧的光芒，这正是念佛三昧的初步体验。念佛三昧是念佛人的最高境界，也是都摄六根的最终结果。当六根完全收摄，专注于佛号时，心就会进入一种特殊的定境，这就是念佛三昧。在这种状态下，
心与佛完全相应，物我两忘，能所双泯。你所体验的宁静和喜悦，正是念佛三昧的前兆。继续精进，这种体验会越来越深入，最终达到念佛三昧的完全境界，智慧惊喜不已。原来如此，弟子一直以为念佛三昧是遥不可及的高深境界，没想到通过兜摄六根，居然能够触及它的边缘。念佛法门的殊胜之处，就在于它能让普通众生也有机会体验到高深的修行境界。莲池大师解释道，只要方法正确，精进不懈，人人都有可能证得念佛三昧，而兜摄六根正是通往念佛三昧的不二法门。智慧深受鼓舞，下定决心更加精进的修行，争取早日证得念佛三昧的完全境界。莲池大师看着智慧的坚定神情，知道他已经真正理解了念佛兜摄六根的深刻意义，这是一个修行者最重要的突破，也是通向解脱的关键一步。从此，智慧的修行更加精进，他不仅自己修习念佛法门，还向其他僧众和居士传授莲池大师的教导，使更多的人理解了念佛兜摄六根的重要性。他经常分享自己的修行体会，鼓励大家不要放弃，坚持不懈的修行。而莲池大师也将这些教导整理成文，编入自己的著作中，使后世的修行者也能受益。他在《阿弥陀经》书钞中详细解释了兜摄六根的含义和方法，成为净土宗修行者的重要指导。随着修行的深入，智慧的体验也越来越深入。在一次深度的禅修中，他仿佛看见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，阿弥陀佛的金色身影，菩萨的庄严相好，七宝池的清澈水光，这一切都是如此真实，如此美好。当他从这种境界中出来，第一时间就去向莲池大师报告。莲池大师听完智慧的描述，微笑道，这正是念佛兜摄六根的成果。当六根完全收摄，心与佛完全相应时，就能感应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。这不是幻觉，而是心佛感应的结果。不过，不要执着于这些境界相，它们只是修行路上的风景，不是终点。继续精进，保持兜摄六根的功夫，更深的体验还在后面。智慧恭敬点头，弟子明白，不会因这些境界而生执着心。莲池大师欣慰地说，你已真正理解了念佛兜摄六根的意义，也体验到了它带来的种种利益。现在你可以将这些体验和理解传授给更多人，让他们也能受益于这一殊胜的修行方法。智慧双手合十，深深鞠躬，弟子一定不辜负师父期望，将念佛兜摄六根的方法和意义广泛传播，使更多人受益。从此，智慧成为莲池大师的得力助手，与师父一起弘扬净土法门，特别是念佛兜摄六根的修行方法。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，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念佛兜摄六根的重要性，并在修行中受益匪浅。莲池大师关于念佛兜摄六根的教导，也成为后世净土宗修行者的重要指南，影响了无数修行者。他的那句话，念佛兜摄六根的真正意义，是让我们回归自性本心，更是成为净土宗的经典名言，被后人广泛传颂。多年后，智慧已成为莲池大师的主要传人之一，承担起弘扬净土法门的重任。一天，他在为一群新入门的弟子讲解念佛法门时，一位弟子问道，师父，我们念佛为何要兜摄六根？智慧微微一笑，想起了当年莲池大师对他说的那番话。他看着弟子们求知若渴的眼神，缓缓道来，念佛兜摄六根的真正意义，是让我们回归自性本心。当六根不再向外攀援，全部归于佛号时，我们才能触及自己的本心，与阿弥陀佛的清净本性相应。这不仅是往生西方的保证，更是现世解脱的捷径。弟子们听闻此言，如醍醐灌顶，眼中闪烁着理解的光芒。智慧知道，莲池大师的智慧火炬已经成功地传递下去了。莲池大师揭示了念佛兜摄六根的真谛，回归自性本心。当我们的六根不再向外攀援，
全部专注于佛号时，才能触及内在清净本性，与阿弥陀佛相应。这一精辟见解不仅指明了念佛最高境界，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直达自心、见性成佛的捷径，揭示了净土法门的究竟义理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